黎沁是个野魔，外围女，但不外包，不卖身。她不算红，但熟悉这个圈子的都听说过黎沁，倒不是说她业务能力有多好，而是黎沁有个残疾男人要养。一开始在圈子里传开的时候，大伙都新鲜了呀，做外围的不就是想要傍个金主，傍个官商，跻身于上流社会？但黎沁不一样，她是为了赚钱给她男人治病。好多姐妹都有点可惜她，这辈子就毁在这个男人身上了。关键是这个男人精神还有点问题。他知道黎沁的工作性质，他看不起黎沁，他坐在轮椅上打不动黎沁，那他还有一张嘴，他可以骂。呸！一口痰又毫不留情地吐在黎沁面前，黎沁眼底波澜无惊，恰好十分地避了开来。你又发什么疯？黎沁在离贺章2米远的地方坐下，随意地翘着二郎腿，倒着烟包，只有一支了，被黎沁叼在嘴里，打火机摸了2下没摸到，他有点不耐烦，又俯下身子去柜子里找。你说你要去哪里？海南啊，有场内衣秀，走一趟有5万块，包机票，这是真的。黎沁美其名曰也是有经纪人的，经纪人介绍的资源，艺经圈富二代以家里的名义投资的一场内衣秀，相对来说比较正规。黎沁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你不要去做这个，你让别人怎么想？贺章的脸因为情绪波动涨得很红。黎沁哼笑，我不做这个，你喝西北风去啊，有本事你站起来不要再花钱啊，有多远滚多远，我就不用去干这个了。点燃了烟，他猛吸了一口，烟圈模糊了他这张脸，开口的声音有点飘渺。贺章，我养你不是因为我爱你，而是你这个坎压着我的良心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活着，我给你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俩没关系，想要我不干也行，你最好现在就死。贺章被气得直咳嗽，喉咙里压着的一口老痰让他万分难受，他整个身子就一颗头能动。他嘴唇抖着，看着眼前的黎沁，一时间没了言语。他想说，可喘不上气。黎沁掸掸烟灰，却不再有笑意，不敢死就少说2句，一边用着我的喝着我的，一边又骂着钱，别玩精分了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吗？贺章，你就是一残废，收起那副自以为为人师表的样子。黎沁的顺序在倒数第2位，不是压台，但分到的衣服也是相当不错了。相当不错的意思是够露够性感，但该遮的遮，又配上黎沁那张千年不笑的厌世脸，意外的没有低俗的感觉。第一套是芭比系列，黎沁抱着金色的芭比娃娃出场，T台设置在泳池中央，不时有人跳水吹口哨，背景音乐很响，哨声很快被淹没。转身的一瞬间，黎沁眼角一跳，看见了熟人，路遥。警察。他穿着花衬衫混在人群里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得来这鱼目混杂又有重重安保的私人派对的。就一眼，两人对视上，又自然地将眼神移了开来。和他见过2次面，头次是在他之前待的夜总会上，他看到一姐妹被个官老板掐着脖子摁在包厢里吸粉，她像只扑棱无果的母鸡，被刽子手压在案板上等待宰割。那姐妹曾经和他说过，干他们这行什么都可以做，唯独这毒碰不得，你想上位，这身体千万不能出毛病。刚做外围的时候，姐妹照料过黎沁，给他挡过几次酒，替他被人摸过几次屁股。也是巧了，遇上禁毒大队来抽查，黎沁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的路遥。他当时是便衣，黎沁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他不一般，那眼神里的光和来这里寻求刺激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目光不一样，干净。路遥起先没注意到黎沁，即将准备擦肩而过时，他的手腕被一双手拉住。路遥有点奇怪，黎沁依旧叼着根烟，眼里尽是漫不经心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黎沁先看了眼角落里的摄像头，确定没有对准这边，于是朝不远处的一个包厢努努嘴，右手轻轻地搭在路遥的肩膀，拍了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今天他刚脱掉彩甲，明天有个秀，指甲的干净，所以路遥闻到的卸甲油味道有一点刺鼻。第2次是路遥主动找的黎沁，他开门见山地说要黎沁做他的线人。黎沁咯咯地笑了起来，线人？情人我还可以考虑一下。路遥也不恼，静静地等他下文。没有意外的，黎沁拒绝了。警官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就是一市井小民，这么神圣的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了。路遥说不急，他可以慢慢地等。再后来就是刚才人群里的一瞥，看来今晚有动静。黎沁心里叹气，安安稳稳地走个秀都不行，这5万块不知道能不能平安无事地拿到还另说。意外的是，这场黎沁意料之中的行动到秀场结束都没有发生。黎沁在后台休息的时候，有个姐妹进来叫她说，外面有个公子找。在他们这个圈里，称年轻多金的富二代们一律为公子，美其名曰是好听，实则嘛，也只是为他们这行业再多披一件定性的外衣罢了。
黎沁不卖的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也不会主动去给他介绍这类资源。一般这时候过来找黎沁的，大多都是想碰碰运气，说能不能一起吃个饭、唱个歌什么的。黎沁一开始也以为是，他走了一晚上，脚筋都在隐隐发抖，兴致洋洋。你就说我不在吧。姐妹说，他说他姓陆。黎沁心一动，抬头下意识地问哪个陆。姐妹摇摇头，他没说，样子看上去有点凶。你确定不出去吗？果然是陆遥。黎沁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，踢踏了双人字拖，慢悠悠地朝他走过去。有事吗？陆遥这次过来是接到消息说臭名昭著的毒枭八爷在这一带活动，来到这边后才知道是个烟雾弹。这人敏感多疑，在这场派对开始前夕，很快挑了几个调顺的姑娘上了车。陆遥见过八爷的照片，不是今天来的这个，这次是个假货，那自然而然可以撤了。抽了点时间去见了黎沁。怎么说呢？陆遥总觉得眼前这个年纪不大的女人，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沉醉于纸醉金迷。那晚他悄悄地给自己指了在吸毒的包厢，以及他现在素面朝天地对着自己，这让陆遥总想到唐柯。唐柯是他女朋友，是个酒吧歌手。陆遥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化的妆也很夸张，好多人都说唐柯在酒吧工作不太干净，可陆遥喜欢，他觉得唐柯是最好的。黎沁有点奇怪，伸手在陆遥面前抓了抓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。陆遥得知自己有点失态，又瞬间恢复了往日酷酷的严肃的神情。黎沁被逗乐了，你过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陆遥实话实说，也没什么事，碰见熟人了就过来和你打声招呼。行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我也该走了。黎沁的烟瘾又有点犯了，可他没有着急从兜里摸出烟包，而是站在门口看着陆遥走远。直到有姐妹走出来拍拍他的肩，顺着他的目光方向看过去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黎沁裹裹外套，压住心底那份悸动，不想多说，便转移话题。看你妹！黎沁依旧拒绝做陆遥的线人，但他松口说要帮忙可以找他。陆遥倒是有点惊讶他的决定。黎沁坐在陆遥面前，抹了抹脸，猛灌了一口啤酒。我有几点要跟你讲明白，我不是夜总会的那种小姐，我不卖，万一有什么需要我去勾引啊这类事情，你们得保护我。好。第二，我的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线人这个词语和卧底一样，太重了，我担不起，也不想担。好，黎沁打住，还没说完。要是真有什么意外，不用通知我家里人，帮我一件事就行，把贺章送到残疾人福利院去吧。贺章这个人，陆遥在调查黎沁的背景时，在资料里看过2眼，但他没有细问，毕竟是黎沁的隐私。陆遥眉眼间放松了许多，不用这么严肃，又不是让你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。黎沁耸肩摊手，总要先把话讲明白在前头喽。期间，陆遥有个电话进来，黎沁看到他走到角落去接了电话，他的眉眼柔和，轻声细语的和电话那头沟通。黎沁有点怅然。陆遥挂了电话，走过来和他说：“有事先走，随时联系。”黎沁突然叫住了他：“是女朋友吗？”陆遥点头：“是啊，吵着要吃水果，先走了。”黎沁仍旧目送陆遥离开。之后，他便回到了出租房，一打开门，一股恶臭熏天，贺章的屎尿又拉下去了。他坐在轮椅上，听见开门声，表情愈发难看，脸又涨红了几分。黎沁没什么表情，与往常一般开窗通风，然后便是去衣柜里翻成人尿不湿。这几年，黎沁不是没有找过保姆来照顾贺章，可都被贺章给撵走了。黎沁也不恼，当时给他省钱了。黎沁亲自给他换，知道他一直有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于是他给贺章买了一副眼罩。在他帮贺章清理身体时，贺章是蒙着眼的。可今天，当黎沁吞下贺章那恶臭难闻的底裤时，他突然有点崩溃。曾经好好的生活，怎么就成这样了呢？他现在连对人动心都得这么小心翼翼，不敢被人发现。这个始作俑者就在他眼前。贺章，黎沁平静地擦着他的身体，因为长久的不运动，贺章的大腿肉是又软又白，可惜这肉看上去像是过期肉，惨白，被强行注射进了防腐剂。贺章的头颅偏了一个极其微小的角度。你说你是不是上天派来着惩罚我的呀？我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从头到尾都不喜欢你，你为什么非要缠着我？我要你救了吗？我的生活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来掺一脚？黎沁说这话的时候，仍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只是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时，黎沁突然摘掉了贺章的眼罩。黎沁就这么蹲在他的面前，面对着他光溜溜的下身。贺章一下子愤怒了，下意识地吐了个口水在黎沁脸上。你不要脸，你给我遮上！黎沁不理会他脸上的唾液，而是猛地用手抓住贺章的脸，让他面对自己，眼底的狠意尽收在贺章的眼里，这让贺章惊得没了话。你要是再敢乱来，别怪我真的不客气。
你想怎么样？黎沁厌恶地放开他的头，贺章的脸被甩在一边，黎沁又变回那个云淡风轻的自己，说出来的话好像只是很平常的一句：我会真的杀了你。黎沁敢的，他真的敢。1年前他就这么做过。那时候的贺章情绪比现在还不稳定，在他赶走那年第3个保姆时，黎沁感觉撑不下去了，于是锁上门，关了窗，拿出一把水果刀，没有犹豫地插进了贺章的胸膛，冷不丁地对上了贺章那沉默的目光，这让他想到了当年贺章救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沉默的一言不发，挡在黎沁的面前，然后被人砍到了脊椎骨，捡回一条命，终身瘫痪。黎沁放了手，漠然地打了120，让救护车拉走了贺章。贺章跟医生说，是他不小心从轮椅上摔下来，刀子扎了进去，但那个角度怎么摔都不会90度角笔直地插进去。可贺章坚持这个说法，医生无奈，也没有报警。出院后，黎沁再次带回了贺章，之后就是他亲自照顾，直到现在。黎沁从那时觉得，除非其中一个人死，不然这辈子他们2个人就像是2条寄生虫，互相依附在对方的血肉里，没有感情的寄托，仅仅是因为时间长了，在对方体内生根发芽。或许早在8年前，他第一眼见到贺章的时候，便冥冥之中注定，他的这辈子到那一刻便已经结束。黎沁大学学的是服装表演，走的艺考，从小个子就高，长得也漂亮，家里虽然不富裕，但还能凑合，咬咬牙也能让黎沁上个好大学。他开学报到，在自己学院见到的第一个人，不是班主，也不是新同学，而是贺章。贺章是当年新招聘进来的最年轻的大学教授，也是黎沁班的班主任。大学里的班主任不像高中那样，一般都是形同虚设，但贺章不一样，或许年纪比较轻，才26岁，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帮学生搬行李，弄校园卡，不少女生都挺喜欢他。黎沁当时对这位大学老师感觉也不算坏，直到上完半个学期课后，贺章跟黎沁表了白。黎沁有点犹豫，虽然带着小女生的憧憬，她也不是没有动摇，可是一来他们之间的身份十分敏感，二来她并没有对贺章有过多的喜欢，她仔细想了想，还没有对同班某个男生的好感来得多，于是黎沁委婉拒绝了。贺章倒也没有死缠烂打，黎沁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，后来她发现并没有，贺章对于她越剧的管束越来越多。一般服装表演的学生都会接点工作，例如一些 T 台走秀，一些模特选拔，或者走后门去参加超模秀，希望国外的大秀能注意到自己。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太多的钱去打通关系，所以零散的会接酒吧的工作，钱不少，但环境非常一般。黎沁属于后者，在他接了一单酒吧的模特秀后，酒吧老板注意到他，给他推荐资源去当时一家名声鹊起的夜总会走场内衣秀，按场数计费，一场有个1万把块。黎沁心动了，走了一场就会有第2场、第3场。第2场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了，被贺章发现了，他去 T 台上将黎沁拽了下来，搞砸了内衣秀。夜总会老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黎沁说会赔罪，拉走了贺章。他和贺章大吵了一架，贺章说他看不得自己喜欢的女生做这种下作事。黎沁被气笑了，我和你什么关系？你就管我？你未免管太宽了，贺老师。我自己本事找的工作，有什么下作？贺章说他可以养黎沁，黎沁冷笑，贺老师不是最不耻这种事吗？我需要钱，但不是你这种钱，你永远不会明白。黎沁让贺章滚。第2天黎沁去给老板赔罪，老板说赔罪可以，但要让黎沁多换几套衣服走秀，说是要把客人资源给拉回来。黎沁当然同意，只不过到了那个晚上，老板临时要让黎沁换上露点透明的内衣走压轴。黎沁眯了眯眼，叼了根烟在嘴上，记忆有点模糊了，好像是贺章拉走了自己，老板的打手冲出来，贺章挡在了自己面前。后来一切都乱了，贺章是个孤儿，留下一副破烂的身体，没人照顾。黎沁的事情被谣言传得越来越邪乎，说他是卖的也有，说他是贺章的情人也有，更有甚者，说黎沁跟贺章还有老板玩限制级，被抓包了。黎沁被迫退了学，黎家父母和他断绝了关系。总之都不重要了。再后来，他变成了现在的黎沁，一个人照顾着贺章。黎沁又给贺章请了保姆，红姐是个40岁左右的妇女，本地人，老老实实的，没做保姆之前一直在乡下种玉米。黎沁将贺章的情况大概跟红姐讲了一下，红姐憨憨的笑，直说不打紧，家里也有一个残疾哥哥，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撞断了2条腿，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，脾气也不好，都是他照顾过来的。贺章不知道是被黎沁的话唬住了，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，没有闹，只是沉默，没有特别排斥红姐的存在，只是提出给她清理身体的时候要戴眼罩。黎沁摸不准她存着什么心思，
但暂时稳定了他的情绪，他也随他去了。接下来，他要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干点什么事了。女人的心在作祟的时候，特别容易钻牛角尖。黎沁特别想知道陆遥爱的女人长什么样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女人，索性空下来的时候会绕道去路过公安局。终于有一次被他瞧见了。女人站在局子门口，拎着便当盒，安静地等在外面。陆遥走出来的时候，警服挂在手上，揽过女人的肩膀，往黎沁的相反方向离开。黎沁看到了女人的脸，竟然是唐珂。黎沁有点意外，倒也不是说是老熟人，顶多是点头之交。黎沁去年还有接酒吧钢管舞的散活，那时候唐珂刚来没多久，黎沁跳舞，唐珂唱歌。黎沁记得她的嗓子特别适合唱摇滚。之前俩人散场后一起点过盒饭，蹲在路边吃过几次。后来黎沁接野秀比较多，酒吧那边也就不去了。没想到唐珂竟然成了陆遥的女朋友，有点蹊跷。唐珂有一次喝多跟黎沁多说过2句，她说她努力活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杀害她男朋友的凶手还逍遥法外。这么一个有坚定目标的女人，怎么短短一点时间就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？或许那个凶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。黎沁的脑壳有点疼，可不管怎么样，黎沁觉得这不是她该管的事儿，她比较想得开，心里有不甘也是真的。黎沁没有站多久便离开，本来要去夜总会准备晚上的工作，又看了下时间还早，便折返去了当初跳舞的酒吧。他跟那边的老板娘关系还不错，当初刚出来工作时，老板娘看他不容易，帮衬过他。黎沁也争气，替酒吧也卖出过不少昂贵的洋酒，也有资源给酒吧引荐，就算不在那边做了，关系还在。老板娘正巧空着，坐在一间独立办公室里玩手机。乔姐，黎沁敲敲门。乔姐抬眼，声音里带着惊喜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用上班吗？”黎沁在乔姐面前坐下，办公桌上放了一扎啤酒，乔姐亲自给黎沁倒上，开始唠嗑：“最近怎么样？”黎沁懒洋洋：“不还是那样吗？”眼神又往外面瞟了几下：“最近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洗心革面，真做清酒罢了呀？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小姐公子都看不见了。”乔姐一听这事，就连声叹气。别说了，上半年不是来了一次扫黄打非，我们明面上那些小动作都被扫走了。说到这事，乔姐又想起什么，你知道唐珂吧？那次扫黄，警察把他误抓去喽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我看他好像和带头的那条子好上了，大伙都在说他是不是条子安排在我们这的内奸啊？但又没证据。前几天唐珂过来辞职了，说是要怀孕养胎。你说人这命啊，就是玄乎，本来在这，突然一下子又到上头去了。乔姐用手比划了下上下2个高度。黎沁默然，很久都没有再开口。期间，乔姐接了一个电话，示意黎沁不要出声。乔姐对着电话那头点头哈腰，对方似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黎沁下意识的人也作证。像乔姐开的这类酒吧，明面上就该有陪酒小姐存在，背地里不知还干些什么勾当。警察扫黄打非都打不动的场所，背后定是有人在撑了腰，不敢打包票是官场上的，那也一定是叱咤这块地区的大人物了，是黑是白，一目了然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八爷的吩咐，那我们一定会办好。您放心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那东西大概是什么时候到？那八爷过来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乔姐把黎沁当自己人，所以说话也没遮着挡着，但黎沁却是听得心惊肉跳。陆遥跟自己叮嘱过，要格外注意一个叫八爷的人物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吗？待乔姐挂掉电话，黎沁脸上换上好奇和惊讶。乔姐，你还认识八爷这号人物呀？乔姐听到黎沁语气里的艳羡，眉角明显更得意了几分。那可不，八爷很看重我们这一块的。行了，不多说了呀，有机会带你引荐啊。黎沁笑得开心。乔姐慢走，她跟着乔姐出去，走廊里有点吵，几个打手拖着一个满脸血污的男人就往后门巷子里走。这种事在黎沁眼里已经不叫什么事了，很正常，无非是砸场子和欠高利贷还不上钱的情况。黎沁眼睛掠过，给打手让道，过后脚步一正，慢着，这下连乔姐都停下。她奇怪地回头看向黎沁，怎么了？黎沁没有立刻回答她，而是走到那个被打得只剩一口气的男人跟前，半蹲，修长的手指点起那男人下巴，啧了声，老熟人啊。乔姐道，你认识这货？他可欠了我们这边不少钱，死1万次都不够了。黎沁起身弹了弹指甲，我男人就是被他打残的，那次闹得很凶，惊动了警方，连带着那个夜总会场子都被一窝端了。老板被判了刑，底下的小喽啰跑的跑，抓的抓，树倒猢狲散。这个男人不是打贺章最多下的人，但是他动了刀，就一刀，也是最致命的，砍在了贺章的后背。黎沁在贺章出事之后的几个月，总是做噩梦，梦见那把刀砍在了自己身上，身子断成了2截。乔姐了然，黎沁的情况她清楚，既然黎沁开了这个口，
乔姐也不好薄面，吩咐打手一句，跟着你们庆姐走。黎沁不爱贺章，但不爱不代表他不在乎这个男人为他受过的伤。打手没有刀，只有铁棍，估计也没想真的解决他。黎沁跟着走到后门，从打手手里接过那根锃亮的棒球棍，把他翻个面。黎沁拿着棍，闭着眼从脖梗开始点着脊椎骨往下数，1、2、3，声音里的含义让几个打手都不免为之一惊。到了腰椎这块，他停下，睁眼，没有犹豫地挥棍砸了下去。声音闷声响，那人来不及闷哼，便彻底晕死过去。咣当，黎沁扔掉棍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后巷。黎沁没有立刻去找陆瑶，在乔姐的酒吧又重新跳上了钢管舞，一连拒绝经纪人给他接的好几场私人派对，气得经纪人直跺脚，但又爱在黎沁的上头是乔姐，也就忍下这口气了。一连几天，他算是什么招数都用上了，被几个老板揩油吃了豆腐，还真的被他打听出来一点东西。有批文物要经酒吧的手洗钱，八爷亲自过来，具体时间具体地点，黎沁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又不是卧底，这些要交给陆瑶了。乔姐这边倒还真的记着黎沁，说八爷过来肯定要找几个漂亮姑娘作陪，最好是厨，让黎沁帮忙负责观望下。黎沁当然是高兴的应下，那八爷什么时候过来啊？我好心里有个底。乔姐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答复，估计也是忌惮着八爷敏感多疑的性子。他只道过来了，我提前通知你，你先找起来吧。和陆瑶碰头的时候，黎沁将乔姐吩咐给他的事情跟他说了，又提出他可以接近八爷，谁知陆瑶却一口回绝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他深知接近这颗毒瘤的危险，女孩接近他哪还有出的气？黎沁倒不觉得，不是你们会保护我吗？我不担心啊。陆瑶还是迟疑。黎沁撑着头，百无聊赖地拿吸管搅着杯子里的果汁。我反正话和建议都带到了，具体怎么行动你们自己打算好，要安排人到姑娘队伍里来提早跟我通口气儿啊。估计就这段时间了。快到家时，天突然闷了下来，像是要下雨。黎沁跺着高跟鞋，夹紧高仿箱袋，疾步往家里跑去。保姆红姐这周回了趟家里，她大哥自杀了，听说还是迈不过那道坎。大哥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，扬眉吐气了，怎么样都不该是这个下场。这么对比，贺章的心理素质好的没话说。因为方便推轮椅，黎沁租在1楼，钥匙插进门里，他停顿了一会儿，里面似乎有吵闹声。贺章的房间要通风，黎沁把带阳台的主卧给了他。阳台外面对着是另一幢居民楼，2楼之间隔了一条不宽的人行走道和绿化植被。黎沁轻轻地转动，进了门。他没有立刻去找贺章，而是站在门后听了一会儿。又有人在骂黎沁是卖的，说他是残花败柳，贺章头上这么多绿帽，要压不住了。黎沁面无表情地听了几句，转头去了厨房，在盆里倒了开水。快走进贺章的房间时，他又停住了。他听到贺章焦急的辩解声，他才不是破鞋，他不是残花败柳，他是玫瑰，是我的玫瑰。你们不会懂得。盆里的开水热气烫得他有点睁不开眼。黎沁大步走向前，直接掠过被他吓一跳的贺章，将滚烫的开水泼了出去，然后关上门。外面传来咒骂声，起起伏伏了一阵，没了动静。坐在贺章的床头，点烟，狂抽了几口，之后才闷闷地来了一句：“烫不死他们。”贺章抿着嘴不说话，刚才的话，黎沁一定是听见了，可他不想主动开口。黎沁沉默地抽完整支烟，说：“我把当初砍你的人打残废了，一模一样的位置。”贺章一愣，想说什么，又被黎沁堵了回去。“你闭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当自己是救世主呢？大赦天下，收起你那套文绉绉的玩意儿，我不想听，也听不懂。我只知道睚眦必报，我心眼小，别人怎么整我的，我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”贺章眼珠子想转到黎沁那边去，可无奈地转到眼抽筋了，只看到一侧影。罢了，就这么听着吧。我过段时间要去办件事儿，怎么说呢？这是可大可小，成功了呢，一点事儿都没；不成功的话，黎沁没有再说下去。其实他挺怕死的。贺章开口了：“会死吗？”黎沁笑笑：“不知道。”贺章呆呆地望着泛黄的墙壁，良久，他说：“要丢下我了吗？”黎沁又是一阵沉默：“没死就继续照顾你，死了的话，我也已经安排好你了。”黎沁，你是去干坏事吗？不是。这回黎沁回答得很快。黎沁，我们俩没关系。黎沁认同这话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一个人也没关系的。黎沁又笑了，怎么不见得你以前有这个觉悟啊？贺章出神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喃喃自语：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活着回来。”也不知道陆瑶他们是怎么安排的。最后和黎沁对接的是一个老警察，姓冯。黎沁后知后觉，这次行动比他想象中要复杂要谨慎。冯警官约黎沁见面的地方在高速服务站，然后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唐珂，他显然也还认识黎沁，眼底有闪过惊讶。
没想到冯老说的内应是你。黎沁表情有点怪异，伸手打住他的话，得，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就一俗人，搭把手而已。他的目光又打量了唐柯几分，唐柯的气色似乎不怎么好，面色稍许苍白，他余光又快速瞥了眼唐柯的肚子，坦平的。黎沁猜到了几分。冯老带唐柯跟黎沁见个面，将要注意的点都跟两人说了。唐柯听得认真，反倒是黎沁心思有点飘，他脑子很乱，这件事突然超出了自己的预期。他是陆瑶的爱人啊，怎么就过来送死了？轮到黎沁的时候，他眼下情绪，走私文物洗钱交易吗？交给你们警察了，具体在哪，什么时间不是我能打听得到的。我这边接到的通知是晚上10点，在金碧辉煌夜总会的总统套房，给他送3个成年女人，2个幼女，2个少年，要求都要出。唐柯，你就混在那3个成年女人里面，到时候我会带你进去。对了，乔姐认识你，你到时候妆要浓些，不能被发现。不得不说，当时听到这个通知时，黎沁差点忍不住爆粗口，这变态，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。黎沁私心补了一句，我希望你们警察不要像电影里那样，事情都完了才赶到，抛开我们的命，那还有孩子呢？冯警官郑重其事地点头，一定不会让你们有危险。快到中午了，冯警官说这边吃了再走，他们2个都没意见。待冯警官走远，黎沁才有机会讲私事。他手指弯曲扣响唐柯的桌面，唐柯看向他，黎沁努下巴，你肚子里的货泄了。唐柯的手指搅在一起，你知道，黎沁没隐瞒，乔姐提过一嘴。陆瑶怎么会同意你做这个事儿？唐柯的眼神明显暗了下来。我们分手了。黎沁哦了一声，难怪，不对呀，就算分手，按照他的脾气也不会让你来，突然有什么事情想通了。黎沁脸色一变，没说下去。再然后，黎沁被气笑了，烦躁地撸了一把头发，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行，你真行，接近陆瑶，你为的就是这一天吧？按照他了解的唐柯，他喝多那天语气里的决绝，在黎沁听来是永不回头。他为了报仇隐忍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会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，从而爱上别的男人？陆瑶负责八爷案，唐柯接近他，为的就是找关于八爷的线索。这女人真狠。黎沁突然好心疼陆瑶。唐柯没有再抬头，黎沁说什么他都应着。冯警官端着菜走过来了，唐柯抬眸看向黎沁，黎沁一怔，他的目光灰暗，好像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是死了的。唐柯说，我男朋友是冯警官手下的卧底，死在八爷手里，他们不让我报仇，那我就自己来。还有黎沁，我求你千万不要告诉陆瑶我在这次行动里，他太好了，好到让我几乎忘记掉林昌是怎么死的。我很爱他的，真的很爱。说到后来，唐柯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一直重复着这话。一切都按照计划在走，非常稳。八爷不喜欢无关人员在房间里，所以人员安排妥当后，黎沁被保镖请了出去。关门的那瞬间，唐柯给黎沁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放心。可怎么能放心得下？到了安全区域，黎沁跟警方报告了楼层保镖人数。10分钟之内，相应的狙击手、外勤组以及楼层里的便衣已全部安排就位。黎沁同样带了隐形对讲机，是他的耳环。他听见了唐柯那句“你们可以上来了”，当然也听到了陆瑶不敢置信、几乎哽咽的声音。唐柯，所有人都瞒着他，真的是所有人，包括黎沁。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不对的呢？是路过的保洁阿姨皱着没动的鼻子。你们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吗？总统套房起火了。黎沁的脑子转得飞快，他想起来今个早上有一段时间，他发现套房的房卡不见了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后来是唐柯帮他找到的，说是在他换下来的衣服里。黎沁害怕极了，他对冲上来的警察喊道：“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快叫消防过来呀！”保镖没想到有警察，一时间慌了手脚，手边能用的就只有随身的手枪，枪声此起彼伏，不知是谁打中了门，轰的一声，门被热浪给掀开来了。黎沁被热气撞到了一边，晕过去之前，他看到了陆瑶通红的眼睛，他无力想冲进火海，却被人拉住。视线逐渐模糊后，黎沁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除了唐柯，每个人都活下来了，孩子们都被唐柯放在了盛满水的浴缸里。黎沁最后一次看见陆瑶是在唐柯的葬礼上，他从未想过，一个30岁、血气方刚的男人，一夜之间能老得这么快。他很想上去说点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能说些什么。他从未进去过陆瑶的世界，曾经想试着进去，可发现早有人占据他的心脏了，黎沁一点位置都没有。陆瑶看到黎沁，朝他点点头，来了呀。黎沁回应，来了。灵堂是在郊区的一个殡仪馆，寂静的不像话。他在灵堂前站了很久，看到了被修复过的唐柯静静地躺在透明棺里，入殓师甚至替他点了红唇。
真美，可也真自私。黎沁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，他回头看了眼站在门口接待客人的陆瑶，他的背颓得厉害，意气风发的陆瑶再也看不到了。黎沁颤抖着轻声问躺着的人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他说你有多爱他，永远都不会。”告别了陆瑶，黎沁回了家。开门后是贺章的眼睛首先跳入了他的眼底，红姐有些激动地上前说：“贺章的手指头有感觉了，食指和中指小幅度的能动了。”贺章明显也很高兴，讲话的时候甚至带着腼腆：“我能动了，我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啊。”黎沁的心情突然又变得很好，看来还是有事情值得高兴的，不是吗？他居高临下的哼笑了2声：“那你快点好起来，好全了就可以滚了。”3个人都知道黎沁是高兴才会这么说的。红姐激动地冒出了眼泪，她不好意思地拿手擦擦：“李小姐，贺先生，你们等会啊，我刚买了条鲫鱼，今天中饭吃鱼呀。”黎沁拉开贺章房间的窗帘，阳光透进来，黎沁发现阳台上多了几个盆栽，她好奇地点了点，回过头问：“你让红姐弄的呀？”问完才想起贺章的角度是看不见的，她又走过来推着贺章来到阳台边。这一模一样的是什么花啊？挂好看的。红姐这时候走进来，去收阳台上的衣服，听见黎沁的问题，热情地解答：“李小姐，那个呀是我从乡下带过来的，身上到处都是，很好看，生命力可旺盛哩。”叫什么呀？我们那边的人都叫野玫瑰。黎沁睨了贺章一眼，贺章罕见地对着那几盆花淡淡地咧开嘴角。这人还会笑啊？黎沁有点嫌弃地想。3年后，黎沁依旧是个模特，但不当外围了，正正经经的接活干。虽然不像之前挣得多了，但好在有点存款，小日子过得还是蛮滋润。贺章的左手已经能推得动轮椅了，其他部位还是老样子，但一般的生活起居不成问题了。红姐依旧是贺章的保姆，黎沁给她涨了工资，她在老家给自己儿子娶上媳妇，偶尔会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还有那个短暂让她心动过的男人。也不知道陆瑶怎么样了。黎沁在上海走完一场服装秀，在坐高铁回去的路上打了陆瑶的电话，竟然是空号。黎沁又打给了冯警官，冯警官说陆瑶1年前在边境参加一场抓捕行动中，为了保护人质因公牺牲了。黎沁听到这个消息，诡异的平静，问候了冯警官后，他挂了电话。他觉得陆瑶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，3年前死的是灵魂，1年前死的是皮囊。黎沁在杭州东站下了车，陆瑶是杭州人，听冯警官说他的骨灰被家人带回故乡了。其实黎沁以为他会和堂科葬在一起。陆瑶的墓很好找，问了公墓守灵人，黎沁又在老头这买了蜡烛和烧香，比较赶，只能临时买了。墓碑上的陆瑶穿着警服，没有笑容。黎沁点了香，拿在手里，你倒是一点都没变。他蹲得有点累，吹了吹地面，毫无顾忌地坐下，托着下巴，凝神看了一会，终究叹气：“你说你何必呢？这么快就等不及要去找他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挺羡慕堂科的，他比我狠，跟他比起来，我算得什么呀？哎，我和你说，堂科真的很爱你啊，真的很爱你的。你们会见面的吧？我觉得会，有时间再来看你呀，你好好的。哎，我记性不好，没准忘了，看你也没准。行了，我走了。”黎沁站起来拍拍屁股，没有回头，再向后头招招手：“我走了呀。”陆瑶和门口的老头打了招呼，黎沁走出了墓园。突然之间，他还是想回头望一望。墓园萧瑟苍凉，放眼望去尽是灰色，只有一个角落，半空中飘过几丝烟灰。晚安。